欢迎收听超认真无限公司，我是制作人 Gloria。我是刘备。哎呀，终于出现了，这个论文关终于卡完了。差不多了，最近有在投一些履历。为什么要投履历？就是等一下，你不是说要来这边吗？为什么你还要投履历？没有啊，我没有收你的履历啊。不是啊，怎样？那时候老板在印度的时候，他就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刘备，我觉得你真的该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么残酷。怎样？什么意思？你才会知道在我这边有多爽。”他真的跟我讲啊，所以他是叫你先去外面找工作，不是，他就觉得你这公子哥就过得太爽了。你看你在这边，我又让你共吃共喝，然后你那边嘻嘻哈哈，然后事情又不好好做，我就让你出去看看别的老板怎么对你这样。也是啦，对吧？你去当那个小螺丝钉试试啊。所以你现在开始投什么履历？最近就在投我的首要的几家公司是，就机械这个科系来讲，出去基本上你要高薪就是往科技业走嘛。那科技业的顶中顶就是半导体业，台积电。台积电算是蛮不错的，但台积电就是你的那个 work-life balance 会比较没办法，所以你还要找 work-life balance 的半导体的工作。不是年轻人都是这样吗？就是你要钱多事少离家近。真的有这种工作？就是它是 relative 相较之下比较出来的。那我的首要选择就会是外商半导体的设备商，就是 vendor 这个。所以这最爽是不是？就基本上就是因为它不用扛产线压力，因为台积电要跟就是国外的客户，像是什么Meta、NVIDIA 那些会签约嘛，所以你会有产线压力，就是你要就是在时间内把多少的晶片交给他这样。所以你机台在运作的时候，只要有一点问题，就是你必须要 on call。vendor 就是设备商的话，就是卖设备给这些制作晶圆的人。所以是业务的性质？没有，就是我现在投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 customer engineer， 就是对某一个公司的。假设我是对，它有分两个，一个是 T account， 一个是 non T account。T account 就是对台积电的，你专门对台积电，就是假设你是像应材好，这是我其中投的一个公司。他是卖就是设备给台积电，然后就是这个人要负责在台积电去帮他们维护他们的机台，然后另外一个是全球装机工程师，然后就是因为他设备不只是卖给台湾嘛，他可能会卖给国外的人，那你就可能需要出差去国外帮他们装机。哪个比较爽？就各有好坏啊，就是。Customer engineer 的话，就是你得 on site， 就是你得在那个区域里面待一段时间。可是有可能他就是假设机器设备都没问题，对，没事的话，你就很爽嘛，你就可以就是坐在那个台积电，还是有薪水可以领。对，你可以坐在台积电餐厅喝咖啡，然后5点下班这样。每天这样。可是通常没事的话就这样。通常是会有事还没事？要看机台的那个属性，就是他们有时候那个属性有差，所以有可能分到那种很晒的机器，就是一天到晚出问题，那你就是一天到晚就要去那个黄光室，你要穿全身的那个防尘服，然后进去。但装机的话，就是你有每年大概50%到75%要出差。在国外。对，所以一个要 on call， 一个要出差，就看你怎么选这样。所以现在有人要你吗？就是在投的阶段在初审，就是审查的阶段。他们要分很多个阶段，就它有好几个阶段。我现在在 AMAT， 就是应材，它是我先投预聘，然后他说我初审通过，所以要第二次书审，书审就要包含履历啊、资料、英文成绩啊、学校成绩之类的。这样进去薪水多少？我在根据我的资料显示，他的硕士4大起薪是78K 左右。你说已经包含年终了？没有。你说月薪78K 啊？月薪78K。对啊，然后总年薪的话应该落在130到150啊。你这样算还不错啊，就是以那个第一年来说。哥大你不用当兵吗？要啊，所以现在的规划就变成是，假设我在2月毕业之后，我就是看可不可以提早入伍。然后你要当多久的？4个月啊。你是4个月的。对啊。那也很快就出来了。对，所以就想说就赶快挡一挡，就是把这件事情弄掉。所以一个是1个月月薪78K，另外一个出国的那个嘞？出国那个一样啊，这只是你的工作条件不一样而已。你自己比较想要哪一个？就是这个是多方考量啊，还要考虑到女朋友的部分。对你说在海外的话，那就对啊，世界各地都交一个就好了。不行，我不是这种人。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吧。那其实最近我最近还有面另外一个是不是半导体业的？我去台达电面试，然后我最近就面试然后我是去面就是中立的一个厂。做什么的？他们是做 data center， 就是资料中心的里面的电工之类的
设计的机构，然后其实那是我第一次面试，那是我第一次正式的找一个工作，然后准备一个 PPT 介绍我的研究，然后介绍我这个人在干嘛，然后我还要把超认真的那个历程放进去。我们有跟台达电合作过，对，我知道，我没有放那支影片，但我就有放我跟宅的一起拍片的截图，这样看一下关系。对，我是刘备这样，然后他们就说：“哦，原来我想说你怎么那么眼熟这样。”他们知道，他们有些人会认出来，有蹭到啦，可以啦，稍微蹭到，有加分啊。但我在想说，这个经历对于我的工作表现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不一定啊，就如果他们需要一个就是比较业务性质导向或者公关性质导向的话，但我投是机构设计啊。他们可能需要一个很会 social 的机关设计，但他们有说，就是机构是一个比较全面性的工作，因为你要处理很多问题，就是你要处理跟对 customer 的问题，然后你要对 business 的问题，就是你要选什么料啊，然后有什么法规什么，就全部都是会汇集在机构上面。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工作。然后他那时候就说，可能会加班，就是可能会加到9点这样。每天啊？可能1个月加班会落在40个小时。40个小时哦，这样等于是多少？1个月工作20天，每天加个2小时。那反正有钱啊。对，有加班费啊。对啊。但后来考虑就是中立有点太远，就是我如果每天通勤的话，那你不一定要换地方住啊？你怎么可能住在？但我就不想住中立啊。怎么样？对中立有什么意见？我没有对中立有什么意见，但就是某些特殊原因，我想住新竹。那你根本就不可能来这边工作啊！你在顺便说干话。不同考虑嘛。怎样？所以是女朋友的关系，所以也不能说完全是他的关系，但就是我们比较想住新竹，就是我们对于新竹这个环境情。那你干嘛去面一个中立的工作？没有，就是面看啊，就是试一下。我那时候的想法是想说，我要先知道我这个人有多少的价值。拿去市场评论。我在之后我在谈这些薪水的东西，我比较知道我的定位在哪里。它算是一个测试的一个公司。对。然后我那时候被问到一个问题，我觉得我蛮好奇，就是以你一个面试人的角色，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到底想听到什么答案？就是他问我说，你这个人有什么缺点？他只是不知道问什么时候就会问一下。是这样子吗？没有，但还是会想要知道说，第一个是看你怎么反应嘛。然后因为像我这种就是很会凹的人，我觉得你知道这种标准答案就是说，我是个追求完美的人，所以有时候为了要追求完美呢，就会忽略掉一些跟别人一起合作啊，或者是时间啊。你知道这种是你知道另外一种方式来称赞自己。可是如果是我其实我面试不会问这问题，但是我能理解问这问题原因是因为他们要避雷，就是会知道说原来哪些事情你可能不擅长或不喜欢，或者是因为这件事情曾经爆炸过。对，就是如果这件事情我们公司没办法避免的话，那比如说那个人就会说有什么缺点，就是我专注力不好。专注力？我真的有遇过，就是跟我们讲说，就是因为他在自由的产业待比较久了，他一天工作他最多能专注就是6个小时。那我想说，你跟我讲这个，那我到底要怎么办？因为我们上班就是8小时啊，是要减薪吗？是不是？那你们最近不是有在征人吗？对啊，就是我们有开剪辑后制的缺，然后以及设计师或是设计助理，然后希望是以漫画为主的。是因为最近那个方宇画的不错，没有，是因为开启这个市场。因为毕竟超生少年不一定永远都是少年，他有可能变中年。对，没有，就是希望这个 IP 可以是更发展更多元性的啦，延续下去这样子。对啊。然后，所以我们其实陆续确实也是面试到很多人。今天早上我才收到一个人，他就说他要寄履历来，我说那你就寄到我们的信箱。然后他就说不是，他要寄纸本挂号。我说为什么要寄纸本挂号？因为我们看的是作品集，作品集一定都是线上的，你说电子的。他寄实体档，他寄实体的画给你，他做了一本，比较像一个卡片给我们，跟他的作品集给我们这样。然后我今天就收到，他就搞得像那个包装设计啊。我想说，他很屌不是吗？哇，就是太特殊了吧？那不是就让你印象深刻了？对，可是问题是我们这2个职位，无论是哪一个，都是线上的东西啊。那他寄纸本digital 的东西。就是除非是周边商品的包装，这样不然我其实我还是得跟他要他的那个线上作品集啊，不然我会不知道怎么样判断这件事。但这是一个吸引人的方式啦。当然，那你怎么回答？我怎么回答我想一下，我那时候好像就说我是一个，好像就跟你那时候讲的差不多，就是我是一个追求细节的人。所以你是吗？不是啊，他不是就要讲漂亮话吗？就要讲漂亮话不是吗？
我是说我是一个追求细节的人，我会比较固执，就是对于我认为正确的事情上。然后他就延续这个话题，然后问说，你有没有碰过你在工作上，就是你会觉得很挫折的同事？然后你是怎么去解决你们之间的纷争？这个问题是蛮重要，可是这个问题很多都是瞎掰的。然后他就瞎掰，然后重点是他就很知道要怎么问，他就说你有没有遇过就是那种就是比你笨的？因为看你就觉得说你自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这样。你果然会嫌弃人家笨，你还嫌弃中立不好。我没有嫌弃中立不好，但就是他就问我这个问题嘛，然后我也不能说没有诚实讲，但我就说我会以他能理解的方式去跟他解释一件事情，但那样比较没有效率，我是这样讲。所以你就跟他说，这个他用什么样的适合他的方式跟他讲解？对，就是要用他的逻辑去解释我想让他理解的事情。那你觉得你有录取吗？最后？后来他就是那一次是算是团面，就是他那时候很多人的那对，但他是我不知道其他人也是这样，就是他总共找了那一团找了8个人，他有好几个就不同的主管，但我们都在同一个地方，但我们每个人是1对1的。每一个聊40分钟，然后换3个点，这样不算团体面试啊？对，算个面吧，就是但只是我面了3位主管，只是他们就是集中主管，就对不同的部门这样，所以我等于说那一天面了3个个体面试，就是不同，应该说同一个部门下不同的小 team 的主管的面试这样。所以他有上吗？后来他有一个排序嘛，然后我就选了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主管，然后我把他排在第1位，然后假设我配对成功的话，他就会打给我2面，然后后来他真的有寄信给我说，他觉得我真的非常优秀，哎呀，然后希望我进行2次面试，然后2次面试的时候，前面有先考一个英检啊，然后什么逻辑测验，你还是去做了？线上的2面 ，OK， 对。所以2面的时候就有聊比较多，就是他们部门在干嘛，然后细部就是我可能要做什么工作，然后我想要了解的事情。其实我那时候最想要了解的事情是我怎么融入这个团队，因为我进去之后我就是一个菜鸟，对啊，就是我在研究所学的跟我做的研究其实跟他们在做的事情完全没有任何相关，对。然后他就跟我解释说，你可能前2年你就是我会分派一些小任务给你做啊，然后他是 mentor 制啊，就是你有一个带你的师傅这样子，然后就说我会训练你啊，但你可能就是会一开始做不完，因为每个人进来都这样啊，对啊，一定的，所以你会加班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说你要确定啊，然后嘞你就跟他说你表明说你不要去中立了，我没有说我不去，但我说这是我在考虑的一个点，然后我感觉他就有一点就是那你干嘛要？对呀，你如果这个点是对你来说很重要，你就浪费大家时间。然后，但他后来比较更在乎的一个点是在于说，我没办法马上毕业。对啊，你不能马上去上班。对，可是这件事情他应该也早就知道了。对啊。然后，但他好像又很急，所以他就跟我解释说，如果有其他人选出现的话，他可能会优先选择其他人。是啦，如果他是很急的，然后需要即战力。你一定不会是最优选对啊，后来我就想说，好啊，那就是反正就是一个面试经验嘛。那我也没有期待说他会给我回复，然后进到可能人资审查核心之类的。可是他们这些薪水，这些科技厂都是会先讲的。你说薪水吗？对啊，就是你2面通过主管要用你之后，他就应该会进人资，然后你就要开始谈你的薪水。是因为我记得我当年在中信的时候，是他会给你写一张表格，然后你要写你的期望待遇。有，我有写我的期望待遇，我期望待遇写100到120万。你们是写年薪制？对。我们那时候是写月薪啊。我觉得我当时在面试第1份工作的时候，我会觉得原来我是这样被市场看待的。我那时候也是这个感觉。对，就是你会不知道自己到底斤两多重，你有什么条件好跟人家谈。对，然后但现在就会觉得说，其实因为我们很多同事都是大学毕业第1份工作就在我们这边，然后我觉得我们公司可能跟大家的谈法也不是那么的相像，因为我们会蛮照这个人的人格特质以及他想要做的事以及他职涯想要干嘛，然后去帮他找出适合我们跟他配合的方式。所以反正既然老板都已经跟你说，你就先去外面，我觉得其实也是好的，因为我觉得一开始就在一个太过于自由
跟想要让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的环境，很多人其实也会无所适从，或是就是沿着学生的一种陋习陋习吗？旧习，就是也不是陋习，就是学生会觉得我是来学东西的。可是其实在职场上，我相信没有任何老板期待我这边像补习班一样，或我这边像学校一样。我觉得自主性是需要培养的。可这件事情其实是在学生时代，你就是自己在培养这件事。我觉得我真的有在培养，是在硕士的时候我才真的有在自己做 schedule， 然后去看自己的 KPI。真的、因为你在大学的时候你就是跟课啊，对，然后你的 KPI 就是期中考、期末考，这个是别人设给你的。但你硕士你的重点就不是修课，是你要完成你的论文。那你要怎么完成你的论文？有很多不同的目标点，就是坐标点。像我的 KPI 可能就是我在什么时候先预口试，因为我们系必须要在你口试之前的半年先预口试。但我现在我觉得比较矛盾点是，你是说你在大学的时代不知道要怎么样安排自己的 schedule 跟目标嘛，跟阶段性目标你比较不像是你选择的，是这个课堂或是你的学分要求你必须要做这件事情。你安排你自己的时间的选择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我自己就是这样讲。因为我觉得我在讲的上班，如果你用一种学习的心态，其实我觉得全部新鲜的单位都会觉得说我选这份工作是因为我在这里我可以学到哪一些事情。这是一定大家都会有的想法。对，只是因为我觉得站在老板的角度，或者是其实要面试你的那个人，他会想说，那你想学的东西我公司可不可以给你？可是在这个之外，你能为公司带来多少的贡献？所以其实累积贡献，你的能力、你的技能，才会是这场面试或是这家公司需要你的原因嘛。所以当你去强调说，就是我觉得我在这边我可以学到拍摄技巧，学到怎么样跟不同的业务打交道，或者是学到比如说做设计怎么样做周边商品等等。就是对于公司来讲都会是不是我花钱请你你来这边跟我学东西，那我现在这边是什么？所以应该要着重在我能为公司带来什么贡献吗？对啊，就是你过去在学生时代的累积，其实它是它是有所用的。就是它必须是被你得想说，我有这些技能，我能让这间公司弥补到哪一些位置的空缺，或是技术的空缺吧。就是科技的那个量体很大。对啊，所以你真的是一个螺丝钉。对，没有，我觉得去大部分的公司都是这样，因为我以前在银行业也是啊，而且你进去之后，你会每一年比一年更加重这个感觉。你说你就是感觉自己很渺小，就是那种感觉。当然我觉得还是蛮看个人做的决定无足轻重。就是你会觉得我一直在说服别人，我一直在说服我的长官。我长官上面还有我长官的长官，我的主管上面有主管的主管，我们可能每一个案子都要报5层。然后我要做5次不同的 PPT 去对不同的主管，因为不同的位置他们越来越高，所以他们时间越来越少，所以你要一直去改你的 PPT， 然后你就想说，我这个案子推进，我要搞5次简报，然后我要不断的去说服长官说这真的有效，然后去争取到预算，然后每一年不断的重新循环在做这件事情。除非你往上爬。我觉得在那时候我在公司，我觉得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是，因为中信试音间基本上你不要出大差错，你不太会被开掉，所以你就会看到旁边可能已经在公司30年的同事，对，那你就想说哇，我以后如果我一直在这边，我就会是他。但也没有不好，因为公司的福利什么都很好。然后也许当你在人生不同阶段的时候，我需要追求的是一个稳定的工作。对啊，所以就看你追求什么嘛。对，所以可能就是那个大企业的小螺丝感会很重。然后我觉得第一个被改变的事情，就是你会觉得你大学毕业之后学工作其实是有很多无限的可能性的，就是我可以去做这个做那个，我可以去当你说刚毕业的时候，对啊，就是你有很多可能，我现在就这样啊，对你有包罗万象的可能，我什么都能做，我什么都可以选，我超屌，我是个人才，我是个人才，伯乐在哪里？对，
需要我，对，所以需要我是你赚到，真的都会这样子想。然后，可是你进去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哦，一个公司的体制它，或是一个公司的文化，它是长久建立下来的。然后你进去绝对是你知道，每个新人进来都风风火火，对啊，赶快用我吧。然后觉得这小事不要叫我做，好不好？身先士卒啊！我代表公司，对我一定要去那个争取什么的，真的都一定会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新鲜人很可爱就很冲的地方，就是然后当然老板就会觉得说啊，你那么想冲那就放手让你冲，反正你现在最在意这件事情，那你就去做，通常也会做比较好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我现在还处于这个天真的时期。那我要讲的就是你一进去公司，是当你做了1年、2年、3年，你就会发现你的可能性其实是很少的。哈？你说升迁的可能性吗？不是，是你职涯工作的选择性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多，因为你已经时间聊 Loki 了你开始聊 Loki， 你说头都洗下去的时候，你就变成你只能你接下来职涯的选择就开始变少。你说像假设我今天选了半导体业，我可能接下来我要跳槽，我也只能跳半导体业。通常会是这样，因为你就已经在这边贡献你的时间、专业，然后我又不年轻了，所以我要重新学一个东西，就又你成本会变得很高，然后他就想说，那为什么不用一个白纸？有可能公司是这样子想，而且你跨领域的话，人家就会对你很多的问号啊，就想说啊，你都在这边那么久了，你为什么要突然换呢？一个是对于公司主管、老板而言，他们会对你有很多问号，然后但是我觉得比较多回归到个人是，你会知道自己的选择原来没有想象中多，我觉得这其实有点难过。就是你会觉得说啊，我是个人才啊，可是为什么我的人生不像我想象中的，我可以去选择那么多事情？因为我自己都觉得我好像什么东西都可以做。这就是刚毕业认真，我认真觉得开心点，我什么都能做。而且我告诉你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就是你迟早都会找到工作。所以其实我现在都会跟别人说，你要不要先去玩一下？你知道你人生一定会找到工作，你要不要先去做一些你真的想做的事情？因为找工作这种事情，就是你一定会找到，你不可能找不到。就是你如果不是一个很烂很鸟的人，就是你不可能找不到。可是你知道，工作是一个一直不断前进的事情，你很难中断。然后突然跟人家说我要去打工度假，或者我要有个 gap year，这其实是对公司会非常的困扰。洗下去就是得一直在里面滚，而且你可能会担心说，那你还回得来这个位置吗？对。然后会不会有人就取代你了？然后你真的要去做一个为了自己爽，然后离开这个专业的决定吗？就是你的成本会突然变得非常高，对。然后接下来你就会结婚生子。然后你就会更需要赚钱去稳定的生活，但真的是没钱啊，我没有钱去玩啊，所以得工作。你可以贷款啊，你跟你爸妈借啊，你跟你爸妈借个100万去玩一下啊。不是，我是说，我觉得如果你是要去，比如说 working holiday， 最好的时间就是你现在大学毕业就先去，因为这段时间大家不会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不会吗？不会啊，有差吗？不会，那个主管问你说你为什么要有这些 gap year， 然后你就说那个很好掰啊，我就只是想要爽一下。那个很好掰啊，不是重点是，你就说，因为如果我以后在这边3年5年我才要去的话，我觉得会对公司有更大的困扰。就是我觉得长见识这件事情其实可以是在前面的，就是你知道真的一定都找得到工作，然后我真的会很后悔当时。我会觉得说，如果我再找不到工作，会不会就是我妈会担心，我同学都已经找到了啊，我现在就是这样想的啊，就同侪会给你压力啊。那根本就不是压力，我告诉你，一个人工作是要30年、40年起跳的。所以你再给我一个忠告，就是你知道现在最好就是有时间，对啊。可是接下来之后，就是时间是我最大的资产，就是有钱，但是你没有时间。可是除非你像我们，因为我自己做的事情，是因为我比如说在中信，我觉得那也是做我很喜欢的工作。可是当然还是会有那种我每天就是工作，然后你知道上班族就会进入到一种，比如说早上8点起床。去公司，然后到5点6点，然后我可能去买个菜，或是回家煮个饭，或是去运动，然后看个电视就结束了，1到5这样嘛。然后6日就是找朋友去吃个下午茶去逛个展览，看个美术馆，去公园玩，或是出国旅行，或是比如说我生日的时候，我永远都希望我是可以休假的状态，因为我没有想要跟公司的人一起过这样之类的。然后这就会进入一个循环里面，然后你就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做这件事情。
那你会觉得时间过很快吗？时间会过很快啊，然后你就会越来越上手，然后你就开始怀疑人生。然后我觉得我的契机是因为我遇到仔仔之后，他给了我一个希望，就是我人生本来就知道我想要做的事情是希望可以为这个社会更好的事情。对。可你进入到公司，你知道你在为社会可能更好，可是你也知道你只是为了大企业的品牌在卖命。可是因为像我们做的是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小宝宝，你就会觉得一切的投资不是像上班族一样，就是这是一个极大差，除非你是找到像比如说我们自己做品牌、自己创业这样子的一个，不会让你觉得自己在做小了。做小了，我觉得是做小，不会觉得自己被限缩了。我是被企业给限制住我的才华，我觉得很容易进大公司，或是进任何公司都会这样子，就是会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不太一样。而且其实你知道那天有一个人来面试，然后我跟悠悠一起面试，他是一个后置，然后他最吸引我跟悠悠的一个原因是有2个，第一个是他没有念大学，就他高中毕业之后他就开始工作了。泰山不是这样吗？对，泰山也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最近好像开始大家会惊觉大学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的，然后其实大学我觉得是进去休息4年啦，你知道就蛮爽的。看你读什么，我自己蛮开心的这样。然后第二个点是他在全家打工过2年，正职2年。正职哦。对，你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应该什么都会哦，就是会觉得这个人应该是任劳任怨，什么都会，遇到各种人打杂技能是点到最满的那种。对，就觉得哇，这个人一定奶超好用，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是莫名的会加分的事情。是哦。然后他就自学剪辑后制。哦。现在其实很多剪辑后制都是自学的，对啊，就他们不一定是相关科系。对，然后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人的人生选择很酷。如果有另外一种我觉得也会很酷的是他自己曾经创业过，然后他把公司卖了，或是他公司结束了，就是我们会知道曾经创业过的人，他们会更理解老板的思维是什么，或者是更知道自己的曾经最努力可以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这些的经历我觉得都是超级加分的。然后找工作这件事情，你知道上班族就那样，所以上班就那样，就是不要那么急啊。我觉得不需要，工作不用急，是不是？你就跟你爸妈借钱，说你先，反正你以后都会还他们嘛，一定会嘛。你可能2年就还完，1年后就还完。我真的感觉不知道就是也不能说压力嘛，但感觉压力是我自己给我自己。对啊，就是会很想赶快，因为你想要人家认可你是个人才嘛，录取你就是对，我有选择权，我很想拿到 offer， 就是我很想要拿到一份很顶的 offer，然后我就可以在我朋友前面很屌。对，但是我告诉你，你后面人生已经注定了，就接下来你就是无限的工作，然后通常正常人就是会一直工作下去，在一个地方往上爬，就是这样，就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想到当年的自己，就会觉得说，哎呀，我当年也想出国工作，可是我也有拿到在对岸的工作，然后但也会觉得蛮开心，就是说，哦，原来我有这么多工作的选择。然后可是后来我没有去，我就选择了一个我觉得薪水最符合我的目标，然后也是做很有趣的事情的工作这样，然后进去才会知道说哦，原来上班就是一直在上班，就是你会无限上班。还是我去美国读个博士好了。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我会超级建议先去工作再去念书。对啊，其实心态差。我还有另外一个想要赶快工作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离开学校。对，我觉得这是正确的，这是完全正确的。我真的不想要在那个，我不知道，就那个环境会让我觉得太安逸了。真超爽，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跟仔仔都是工作之后才回学校念硕士，然后你就会比起那些一路直接念硕士的同学，你会知道大家对于时间的观念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太理所当然了，对，就太爽了，你就觉得说啊，反正老师就这样嘛，作业就这样就会没有那么认真。对，然后你就会不知道说，其实你能来上课的时间是你牺牲了你去赚钱的时间，然后其实是工作就是一个不断给予的过程。你把你自己掏空为了这间公司这样，可是学习是一个 input， 对，就那其实真的很幸福。可是如果你只是一直人生从国小到就一直在 input， 就是在一直 input， 你就觉得说我没办法我正常 input 就是要这样啊，老师就这样对我他就觉得很累啊，对，就不知道累什么，然后不知道在迟到什么意思，就是我觉得心态会差蛮多的。是啊，所以我觉得你在那个求职这件事可以想想，而且你知道现在有一种我有遇过一个很聪明的谈法，就是最爽的，就是你跟他谈好，你就是
什么8个月后你才要入职然后中间就是随便玩。我觉得这真的是最爽的做法，就是你都已经谈好，你也知道你的终点就在那，你就可以进去一间很好的公司。对啊，那就有点像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我在谈预聘。对啊，预聘就是你要谈一个入职时间嘛，然后中间我要先当完兵，那当完兵到，或是我在等当兵到这个的时间点，我可能就可以先。但我觉得，因为你这还卡在当兵，就是一次就卡了4个月，正常那4个月人家就是拿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做自己想做的事啊，也不见得是打工度假。你知道我以前很想要当作家。然后，对，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阅读，然后我在大学时期也写了很多，就是跟写作相关的比赛。对。然后我觉得我在这一块是有发展潜力的，就是我自己很喜欢。可是因为那时候大学就是有拿了几个奖，然后就工作了。你工作其实不会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想这件事情，然后就会很后悔说，那我如果当时不先工作，我先去发展看看这件自己很喜欢的事情，会不会现在什么都不一样？你知道这个想念想是很可怕的哦。What if 你弄了一个 what if， 这个念想是很可怕的哦。就是我可能可以成为名作家，就是我可能可以靠这个，靠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做一辈子。可是因为当时我只想着我应该要先找到工作，被迫选择，所以你没有了这个机会。然后就在你午夜梦回的时候，他就会想着你。你还记得当年的你吗？你那时不是你做的最开心的事吗？为什么你不做了呢？是你忘记，还是你害怕想起来？对啊，所以其实我还蛮推荐，就是因为接下来又会有一批人毕业嘛，对啊，就是真的可以去想一想，除了工作赚钱，你自己最想做的是什么？你要不要先去做那件事情看看？因为永远都找得到工作，然后你也永远都会找得到方法赚钱。你不管是跟你的家人借钱先去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或是去写一些计划案或者干嘛的，就是你在求职前的这一段过程，无论你做什么，我觉得大家都很能接受，所有的公司都很能接受。可是你一旦开始进去工作了，你要按下暂停，不止你自己会很怕，公司可能也都会觉得 what the fuck 当初不是讲好了吗？对，我们都已经这样栽培你3年了，你现在跟我说你要去 working holiday， 花惹发，就是我公司我亏待你了吗？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你好不容易可以帮我带人了，你要走了，什么意思？这样。好了，所以反正就是给这个近期会毕业的一些毕业生的一个忠告。对，就是不要太快把你的命卖给工作，或者真的是找到一个自己很喜欢的工作，或是天职。就是如果这是你的天职，你做的又快乐又有钱赚的话，那 go ahead， 是这样子吗？我觉得不一定有钱赚，可是我觉得可以先朝你自己喜欢然后想要发展的地方去，因为工作就是已经帮你框在一个框里面，那可能不是最符合你想要的。如果你工作是能够自己去创造出来的，那我觉得它应该才是优先的。OK， 还有，那如果你对刘备的职涯有任何想要跟他说的，可以在下面留言。对，然后如果喜欢我们的 Podcast 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5星好评。然后我们有 YouTube 频道，也有各种在 Podcast 上面全平台。那我们还有我们的 IG， 那就这样子啦，拜拜。拜拜。